段祺眼神深沉，想了好一会儿，忽然低声吩咐着你们全国寻人，寻一个和战印有几分相似的男人，寻到了稍加训练，就安排他和芊芊见面。以芊芊的聪明，他知道该怎么做的。若是实在寻不到样子相似的，就寻身形相似的一样有用。战印那里无法入手，只能从海童这里破口。若是海童误会了战印，以为战印出轨，那有了小三，以海童的性格，他会向战印提出离婚的呀。战印爱妻如命，哪肯离婚呀？也不会受此冤啊，自会调查清楚。那时候段芊芊就倒霉了。段芊芊倒霉啊，二叔说不定就会一气之下，把芊芊赶出段氏集团，那么段氏集团就是他段祺的了。好，现在就去办，不过要小心再小心，千万别留下痕迹，不要让人知道这件事有我的痕迹。战家与苏家交好，苏家可不好惹啊。段祺叮嘱着自己的手下，手下呢谨慎地点了点头。段祺摆了摆手，手下默默地退了出去。段芊芊，你终于有把柄落在我手里了。段祺眼里都是狠辣，这一次我不把你赶出段氏集团，我就不叫段祺了。他不仅要把段芊芊赶出段氏集团，还要让二叔对他失望至极，把他嫁到偏远的地方去，眼不见为净，就得罪战印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哈啾哈啾，远在管城的战印接二连三地打了几个喷嚏，那陆东明和海玲都看向他。海玲关心地问道：战印，你感冒了？陆东明则从自己的裤兜里掏出一包带着香味的纸巾，递给了好友。他自从残了后，就习惯在身上带着纸巾，防着摔倒了，有纸巾可以擦一擦脏物。肯定是彤彤想我了，他出门那么长时间了，不想我才怪呢。战印自认身强力壮的，不会轻易感冒的，那肯定是老婆想他了。感冒？要是他真的感冒了，彤彤说不定马上就回来呢。他知道他怕吃药，哪怕是西药都嫌苦。他不在身边盯着他，他总会把药扔进垃圾桶里。药不到病难除，他感冒就会拖到自然好。战印想着要不要自虐一番，让自己感冒又老婆回来，边伸手接过了好友递来的纸巾。他抽出纸巾时，又嫌弃着东明，你的纸巾香味太重了，我很不喜欢。海玲闻到那香味，却说道：这香味挺好闻的呀。洋洋就很喜欢带着香气的纸巾，每次跟着彤彤出去吃饭回来，都会跟我说酒店的餐巾纸香香的。当他什么也没有说，陆东明以前都不带纸巾的，现在会带纸巾，还是香香的纸巾，不用问也是讨好洋洋。主要是海玲也喜欢这种香气。战印擦了擦鼻子后，问海玲姐：你等会有空吗？怎么了？我忽然想起我还有点事，不能送东明回家了，便想着姐若是有空，帮我送东明回家吧。陆东明决定不放弃海玲，战印很乐意助好兄弟一臂之力，给两人制造独处的机会。海玲想了想后说道：我可能没那么快，陆总愿意在这里等一会儿的话，我可以晚点送陆总回家。陆东明马上说道：没事，我能等，等你忙完了再送我回去也没事的。我回家更无聊，在这里还能帮你看着工人准修，也能给海玲很多意见。战印，你有什么事要处理的？哎，快去处理吧，不要因为我耽误了你。陆东明催促着好友快点走，把他扔给海玲。海玲再忙都要抽时间送他的，他也有更多的时间和海玲相处。虽说他现在坐着轮椅追妻也是可以的，那他会努力的做复健，争取早点站起来。姐，东明，那我先去办事了哈。战印趁大姨姐不注意，冲好友眨眨眼，偷偷的做了个加油的动作，然后又一本正经的说着话，让海玲以为他真的有急事要处理。你快去忙吧。海玲也说了句战印说了声再见，扭身就朝饭店外面走去，成功的把好友卖给了大姨姐。那他能帮到好友的就这么多了。
从海玲的新店里出来，战印上了车，却不急着开车，因为他的手机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，是一个新号码。他迫不及待地接听。现在只要是新号码打到他私人手机上的，都是他那个抛夫的老婆大人打回来的电话。老公，电话果真是海彤打来的。海彤开口温柔地叫了一声老公，被抛弃在家里的战大少爷听着老婆温柔的一声老公，所有的怨气都烟消去散了。老婆，我可你了，想死你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跟奶奶说，我保证从今之后都不再抱怨你。我知道你这么努力都是为了我，我还抱怨你忽略我，是我的错。海彤笑道，我们刚到，奶奶说不能告诉你城市的名字啊。反正是个很好玩的城市吧。我又没有怪你抱怨我，你本来是很忙的人，为了多陪陪我，你都挤压时间，每天晚上9点半就到家，我却经常出差，的确是忽略了你的。不，你没有忽略我，你时刻都把我放在心上，是我太贪心，太霸道，就恨不得一天24个小时都把你拴在我身边。老公，我们不互相指责，也不用相互道歉，婚姻是会有磨合期的。你吃过了吗？千万别饿坏了胃。战印可怜兮兮的到你不在家里，我吃什么都不香，吃是吃了，就是食不知味，我不会饿坏自己的。饿坏了还要你帮我调理胃，累着你，我心疼呢。万一我饿瘦了变丑了，你回来嫌弃我。更喜欢张念生，我岂不是得不偿失？张念生年轻俊秀，比我没有吃错哈。海彤扑哧的笑，看来张少爷是你的噩梦呢。战印，我是真的从来没有爱过念生，他在我眼里就是弟弟，因为他是小军的表弟啊，那我也是把他当成表弟来看的。都多长时间了，不过是我和他打了招呼，你就酸到现在。他的男人呀，是真的很爱吃醋，改天他给他烧一桌子的酸菜，让他酸的牙都软了，看他还吃不吃醋。战印忽然听到了婴儿的哭声，虽说哭的不是很大声，他还是听到了。这海彤身边怎么会有婴儿的哭声啊？老公，你忙吧，我挂电话了，在家里等着我回去就行了。海彤听到干儿子的哭声，老公都不要了，马上挂了电话。他现在在风尘山庄，就慕情的一对儿女吧，他认作干儿女。用他的话说，他要沾沾慕情的好福气，以后怀孕也能怀对龙凤胎，一胎两宝，儿女双全。他怕战印猜到他在风尘山庄，才会匆匆的结束通话。那战印还真猜到了，他酸溜溜的自言自语，跑到风尘山庄去看孩子了。也不叫上我也很想干儿女的，特别喜欢干女儿。那小家伙乖巧得很，很少哭闹的，反而是他的哥哥整天哭闹，吵得人脑壳都晕。怪不得奶奶老想着抱曾孙女，肯定是觉得女儿安静乖巧，不像男孩子那般爱哭闹调皮。叶君博也是个重女轻男的家伙，最是宝贝女儿了，宝宝满月酒，他带着海童飞去 A 市喝满月酒。叶君博那个小气鬼也不肯让他抱抱君言，叶瑶则是由着他抱多久都无所谓，最后他能抱到君言，还是海童从慕情那里抱过的君言，让他过了过手瘾。小娃娃被养得很好，白白嫩嫩的，又有点肉乎乎的，可爱的让他都想咬上几口。当然他不敢咬，那他敢咬的话，叶君博能跟他拼命，君家那些少爷们也能跟他搏命。有女儿了不起啊！想起往事，战印又是自言自语的，我和彤彤以后生10个8个女儿，羡慕死你们。海童，当我是猪呀，还生个10个8个的，能生到1个女儿，你们战家的祖坟都冒青烟了。战印，老婆，我就口嗨一下，不会真让你生10个8个的，咱们顶多就生3个，3个都是儿子的话呢，风度，那最好就像慕情那样了。战印从海玲的新店里离开，直接回家里，没有老婆陪着，
他是连出去玩的心思都没有了。朋友们都说他结了婚后，如同换了一个人似的，晚到早归就算了，连周末也不跟朋友们聚会。天天都跟着海童打转，化身为海童的尾巴了。远在 A 市风尘山庄的海童不知道丈夫想什么，她结束了与丈夫的通话后，就赶紧走向慕情，关心地问道：宝宝哭得这么厉害，是不是不舒服？不是，是饿了，倒点喂他们。还没有冲调好奶粉，这小子是个急性子，就嗷嗷叫了。慕情抱着儿子哄着，保姆已经去冲奶粉了。君言还躺在婴儿床上，洋洋和老太太一人守着一边，一老一小看着君言，目不转睛的。老太太是第一次看到君言，孩子的满月酒，她老人家在忙，加上年纪大了，她便没有过来。不过准备了礼物呢，让战印夫妻俩带过来给孩子们。常听海童念叨两个孩子有多可爱，老太太就想见见，然后觉得自己年纪不算大，还能坐着飞机到处飞、到处玩的了。此刻看到乖巧的君言，老太太稀罕得很。她时不时去摸摸小娃娃嫩嫩的小脸，又塞手到小娃娃的掌心，小娃娃会立即抓住她的手。洋洋，这个小妹妹是不是很可爱啊？老太太盯着君言看，问着洋洋。可爱，很可爱，太奶奶。洋洋什么时候能有个小妹妹？洋洋也想摸摸小娃娃，老太太担心她年纪小，没有个轻重，轻拍开她的小手，说道：你别乱摸，控制不好力道，会伤了小宝宝的，小宝宝的皮肤嫩得很。洋洋，太奶奶，我都还没有摸到小妹妹，你怎么知道我会伤到小妹吗？太奶奶就是不想让我摸小妹妹，太奶奶自己摸来摸去的，像是在摸着稀世珍宝一样，却不让她摸上一下。对，太奶奶就是不想让你摸小妹妹，太奶奶太喜欢这个小娃娃了，要是我的曾孙女，那该多好呀。老太太又去摸摸君言的小脚丫，太奶奶，小妹妹的脚好小哦。老太太看都不看她，说道：你以为你一出生，你的手脚就有这么大吗？你2个月大的时候，不也是小手小脚丫？君言任由着一老一小欣赏她的乖巧。那当老太太摸她的小脚丫时，她蹬腿，哟，这小脚还挺有劲儿的。看到保姆冲好了奶粉，老太太站起来，再弯腰，然后从婴儿床里抱起了君言，就又坐下来，对保姆说道：我喂小妍妍吧。保姆便把君言的奶瓶递给了老太太，老太太就边喂着君言边问慕情：母乳不够吗？慕情在喂儿子，她答道：2个宝宝是不够，要见着奶粉一起喂，才能把他们喂饱。女儿还好，不管喂她什么，她就吃什么。儿子就不行，吃过母乳后，越来越不肯吃奶粉。不过饿急的时候，白开水都能喝上30毫升。不过2个孩子还是吃奶粉居多。老太太笑道：也是生双胎的，基本上都是奶粉喂养。小妍妍真乖，喝奶粉喝得津津有味的，很快就能喝完。在慕情怀里的叶瑶，刚才饿得嗷嗷叫，现在喝了一半奶粉后，就不是很喜欢喝了。最后叶瑶还是喝完了奶粉，不过时间比妹妹慢了很多。等孩子吃饱喝足了，海童对慕情说道：晴晴，让我抱抱叶瑶。慕情把儿子交给他抱，提醒他刚喝完奶粉，抱着他要小心点，别被他吐奶了。老太太对孙媳妇说道：彤彤，宝宝刚吃完奶后要竖着抱起来，轻轻地用空心掌拍嗝，这样能防止宝宝吐奶。海童看到奶奶现在就是竖着抱君言的，他跟着学。慕情笑道：彤彤，现在多学学，以后有了孩子就有经验了，能照顾好宝宝。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孩子呢。现在管城的人都在背后说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。海童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并不像是生气，可能是听得多了，麻木了吧。慕情说道：再听到谁这样说你，你大耳光抽过去。
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这样说你。战印和海童领证到现在还不足1年，此时快进入9月份，他们俩领证的时间是10月，成为真正的夫妻时间也就半年。那些人说海童不会生，那是嫉妒海童，故意说那些话来刺激伤害海童。老太太附和着穆晴的话，就是再听到谁这样说你彤彤，你就大耳光抽过去，不用怕得罪人，只要你不是干犯法的事，不管得罪了谁，奶奶都能帮你摆平。奶奶摆不平的还有阿印呢，天塌下来她能帮你撑住的。海童说道，我也没有亲耳听到别人说我，都是认识的人告诉我的，说谁又在背后说我坏话了。我要是亲耳听到，我保证大耳光抽过去。我的事呢，用不着他们操心，就是那些人就是咸吃萝卜，瞎操心，我们当长辈的都不操心呢。他们算哪根葱哪根蒜了。老太太坚信自己信任大师的话，大师说了长孙夫妻俩是儿女双全的命，大师也说过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穆晴看着抱着自家儿子的海童，笑道，说不定过段时间你就有好消息传出来呢。身为朋友，虽说他们俩的来往不算密切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他们是君子之交。穆晴是希望海童能早点怀孕，狠狠地打那些好事者的脸。海童笑道，承你贵言了，宝宝们什么时候办百日宴呀？我和战印要提前安排好时间，等到宝宝的百日宴了，我们过来参加，也住上几天。我太喜欢我的干儿女了，下个月底便满100天，也就还有1个月的时间吧。你和战印肯定要过来参加宝宝的百日宴，你们可是宝宝的干爸干妈呢。风尘山庄已经开始为2个宝宝筹备着百日宴的事了。穆晴感叹一句，感觉他们还在我肚里。这一生出来，转眼间就快100日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海童笑，穆晴觉得时间过得真快，那是因为她命好，嫁给了叶君伯，被叶君伯宠上了天。2个宝宝既有保姆照顾，也有公婆贴心照顾。穆晴这个当妈的，也就是想孩子的时候，抱来豆豆玩都不用她怎么操心。换成别人，就一下子要照顾2个孩子，能焦头烂额。当初她和姐姐2个人照顾洋洋，都经常手忙脚乱的。周鸿林那个渣男很少搭把手，他总说他不懂照顾孩子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又是软绵绵的，周鸿林连抱都不敢抱，担心会摔着孩子。在海玲坐月子期间，洋洋总是日夜颠倒，白天睡得像小猪，晚上就哭闹，把姐妹俩折腾得够呛的。海童又心疼姐姐，总是她照顾洋洋，让姐姐多睡会儿。海玲出月子后，非但没有因为生完孩子就瘦了下去，反而胖了，那是妹妹照顾得好。倒是海童1个月里瘦了10斤，这沈小军常说他都可以去拍减肥广告了。带过孩子的才知道带孩子的不易啊。2个孩子呢就很快睡着，兄妹俩同躺在婴儿床上时，老太太的视线都还是盯着君言看。佣人来敲门，大少奶奶，老太太说开饭了，请贵客下楼用餐。战家的老夫人和大少奶奶来访，对于君家来说的确是贵客。战奶奶，彤彤，我们下楼吃饭了。穆晴请着2人，她朝洋洋招招手，温笑着，洋洋，来，阿姨抱你。洋洋看看2个小宝宝，又看看漂亮的阿姨，最终她恋恋不舍地走向了穆晴，就嘴里说道，穆姨，我长大了，不用抱抱的了。穆晴牵起她的小手，那阿姨就牵着你走。她又对海童说道，洋洋也是个很乖的孩子，比我家叶瑶好多了，那小子天天就哭，跟玲玲家的有的一拼啊。程玲玲的儿子才出生不久，她现在坐着月子，知道她生了宝宝，战义臣赶紧派人送来了补品，这可是他未婚妻治眼睛最后的希望呢。那军琴收到战义臣送来的补品，脸黑黑的，
然后把战义臣送来的补品塞到角落里。反正他家老婆大人不缺补品啊，自家的补品都吃不完了，谁稀罕战义臣送的？哪怕知道战义臣没有其他意思的，军秦也不爽，觉得自己和战义臣非亲非故的。他老婆生孩子，战义臣送什么补品？送几套宝宝的衣服，军秦还能接受。对了，程医生生了宝宝，我等会儿去看看他和宝宝。程玲玲还没有出院，不过她的儿子爱哭已经是出了名的。那军秦说，每天宝宝洗澡的时候啊，就数他儿子哭得最大声，也折腾得最厉害。不少产妇的家属都喜欢去围观军家的小四少爷洗澡，老太太也是恋恋不舍地起身。她老人家恨不得抱着军颜吃饭，保姆推动着婴儿床。老太太问道，是要把婴儿床推到1楼吗？保姆答道，是的，小少爷浅眠，很快就会醒来，醒来就哭，不能留他们独自在房里。老太太放心了，军家的中心主屋就为了方便推婴儿床下楼，特意加装了电梯的。老太太想到悠悠山庄的中心主屋没有电梯，等她回去后也要请人加装电梯，提前为推婴儿床做准备。饭后，穆晴要带他们出去散散步，欣赏一下风尘山庄的风景。老太太舍不得离开军颜，就说自己老胳膊老腿的，走不了，留在屋里陪着军老太太说话。2个人的年纪相仿，都是各自家里的老太君，聊得来。老太太特别羡慕军老太太，说她老姐妹就是比我幸福。你10个孙子已经成婚3个，有2个也有了意中人，都不用你操心。我的孙子9个，目前只有老大在我的软硬兼施逼迫下才结的婚。哎，我为了那几个兔崽子，真是操碎了心。最让我羡慕老姐妹的是有小妍妍这么漂亮可爱的曾孙女。我要是有个曾孙女，让我马上去死，我都愿意。军老太太笑道，会有的，都会有的。你一个孙子能顶我好几个孙子了。我也是很羡慕老姐姐有那么多优秀的孙子的。军老在一旁腹诽，你俩那是50步笑100步，不分伯仲，都是幸福的老太太，儿孙满堂，而且儿孙个个都有出息。战家几代都没有女儿，军家也清楚。军老太太有个女儿，只是没有孙女而已。现在穆晴给她添了个曾孙女，也弥补了她没有孙女的遗憾。对于战家老太太盼曾孙女的劲儿，军老太太不太能感同身受。战印和海童结婚马上就满1年了，海童肚子都还没有动静，军老太太都不敢和战老太太聊太多孩子的话题，担心老人家盼曾孙心切，给海童施加了压力。海童的处境其实挺难的，还好她嫁的是战印。战家家风好，长辈们都开明，不催生，也不嫌弃海童的家世，一如当初他们军家不嫌弃穆晴一样。不过穆晴当初就算是来自农村，家境却不差啊，穆家属于小康家庭的，更别说穆晴认回了亲生父母，摇身一变就成了望城兰家的嫡长孙女，身份贵重的很。如今兰家的家主是穆晴一母同胞的孪生兄长，其父亲退下来后把私人家产平分给穆晴兄妹俩。现在的穆晴撇开军家大少奶奶的身份，以她个人的资产来算，也是个妥妥的富婆，几百亿身家呢，这一点是海童比不上的。故而军老太太觉得战家的家风是真的极好，长辈也真的是很开明。战老太太挑孙媳妇更是不拘一格，只重人品。老姐妹也别这样说，军伯也是个很优秀的孩子，不输于我们家阿印。相较阿印，我觉得军伯更好一点，他脾气好多了。我家阿印脾气不好，也就是彤彤才受得了他。换成其他人，保证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。不说你们家军伯仅是军然，也是非常优秀的，我就很欣赏你们家军然啊。可惜我没有孙女儿，否则准和老姐妹结为亲家。
提到了老五君然，君老太太说到老五和小飞怎么样了？我听爱君说，商太太始终嫌弃老五远，舍不得女儿远嫁，老五长期驻扎在管城，打理着那边的生意，这和管城人有什么区别？商太太的脾性也是固执得很，我儿媳妇都心急的想亲自出马了。老五又说还不适合见家长，不让他爸妈过去搅和，就说他自己能处理好他的事，我们也只能干着急的这份儿。老太太说到凤莹固执起来，是让人头痛的很，但她并不是觉得君然不够优秀，她只有小飞一个女儿，也是真的舍不得女儿远嫁。凤莹是商太太的闺名吧，这姓氏很少见。君老太太只知道商太太姓凤，并不知道商太太的闺名，是很少见。我只知道江城有姓凤的人。老太太忽然不说话了。凤姓是真的很少见，就商太太偏是姓凤的，而江城却有凤氏家族，那个家族是女人当权，不是长女当权。老太太当初盯上乔涵，要把乔涵当成孙媳妇人选时，在江城活动了很长时间，除了暗中考察乔涵的人品能力，她也摸清了江城本土的几大家族。凤氏家族是最特殊的存在，那她自然也去摸了个底。只是呢，她没有把江城的凤氏家族和商太太联系起来，可能是商太太嫁入商家几十年了吧，大家都习惯叫她商太太，忽略了她的姓氏。像她的闺名，连君老太太都不知晓呢。商太太可能与江城的凤家是有牵连的。商太太年轻时那么厉害，在孤儿院长大的，都能凭着自己的优秀嫁入仅次于战家的豪门，成为商家的当家太太。她的优秀说不定是来自家族血脉的遗传。那凤家的女人，特别是长女，就是特别的厉害。由于老太太以前的工作本质，让她在对凤氏家族感兴趣的时候，顺便也查到了凤氏家族的一些过往。例如现任家主当初就是害死了长姐和幼妹才坐上家主之位的。凤家主的长姐比她年长很多，大她足足20岁，她母亲是在40几岁才生了她，隔了1年又生了妹妹的，故而她和长姐的年龄差距很大。凤家主的长姐是个工作狂，晚婚晚育，在现任凤家主成年后，她长姐才结婚生女，一连生了2个女儿，可能是高龄生女吧，她长姐的身体渐差，很多事情便交给她这个妹妹去代为打理。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后，现任凤家主就起了野心，想取代长姐成为凤家家主，所以她暗中布局，策划着阴谋，害死了长姐一家子，还成功的把自己摘出来嫁祸于幼妹。长姐死时，她2个外甥女才几岁大。之后上任凤家主的2个女儿便在江城消失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上任凤家主的2个女儿是生是死，早就没有人关注，甚至很多人都不敢提起上任凤家主的事，怕招来杀身之祸。现任的凤家家主已经70岁，他夺得家主之位后，也和姐姐一样晚婚晚育，前面生的都是儿子，在凤家生儿子是随夫姓的，不能继承凤家。为了有继承人，凤家主在连生了4个儿子后，才在42岁高龄拼到了一个女儿。不知道是不是他过于狠辣，导致管家心里暗恨他，还是管家野心太大，在凤家家主生女儿的时候，管家的老婆也刚好生女，管家竟然胆大包天，把2个刚出生的女儿调包了。管家能调包，估计也是早就策划好安排好的，否则他也难以调包成功。1年前凤家主才知道宝贝了20几年的女儿竟然是管家的女儿，而他亲生女儿则在管家的老家长大。虽说生存环境不一样，那个真正的凤家千金依旧很优秀，比起在凤家长大的假千金优秀数倍。当初还不知道真假千金的事，江城人私底下都在讨论凤家怕是要落败了，因为下一任接班人能力太差了。
又小家子气的更任性刁蛮，难堪大任。知道现任凤家主上位时的老人家都说这是报应，谁知道会有真假千金的事？真正的凤家千金凤晴被寻了回来，着实让一众吃瓜群众惊掉了下巴，也让江城人不得不感叹，凤家的长女总是特别的厉害。凤晴才回归凤家1年，已经暗中抽空了一半的凤家生意，还是在她亲娘不情不愿的情况下，她一点一点的谋夺过来的。在外人的眼里，凤晴却像个包子似的，乔轩不就把她当成包子了？老太太不说话了，君老太太很快就明白过来。君老太太就脸色凝了凝。现在君家和商家是没什么关系，若是他们家老五娶了商小飞，君家和商家就有了姻亲关系。商太太姓凤，这个姓氏那么少，很难让人不把商太太和江城的凤氏家族联系在一起。几十年前的凤氏家族经历了血雨腥风，虽不在同一城市，这些大家族都会关注的。君老太太想着，商太太若是江城凤氏上一任家主的女儿，若是商太太知道身世后想替家人报仇，他们君家少不得要帮忙的。再看看战老太太，两位老夫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又都叹口气。老太太说道，若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们战家也不可能袖手旁观。商太太的亲妹妹可是海童的亲妈，那商太太要报仇雪恨，夺回凤氏家主之位的话，战家一定会帮忙的。战印还会是帮忙的主力军，因为他是替他丈母娘出气。屋里的两位老太君聊什么，穆晴和海童都不知道，不过多少能猜到，对于老人家来说，他们聚在一起，不是说往事，就是聊儿孙的了。穆晴牵着洋洋，边走呢边问着海童，洋洋上幼儿园了吗？报了名，9月1号开学，我就是抓着暑假的尾巴带他出来玩玩，开学后就没有那么多玩的时间了。洋洋还要练舞呢，周末2天都是去跟老师学功夫。暑假2个月，洋洋也是这半个月才放假的。洋洋很聪明，你姐把他教得很好，跟我那个养子差不多大。龙婷跟着他师公在医院里守着他师傅了。你和战奶奶在这里多住几天，好好的玩玩，等龙婷回来，洋洋也有伴玩。他们俩年纪相仿，肯定玩得来。海童也听说过穆晴夫妻俩捡到个孩子，收养为养子，本来是养在他们身边的，因为资质好，被程医生一眼相中，要收为徒。程医生怀孕后，龙婷便由老神医带着，也是老神医传授他知识。那我就厚着脸皮在你们家里多住几天，你们不嫌我们烦就好。穆晴说他，你说的哪里话？你肯在我们家里多住几天，是给我面子，也不要跟我客气。咱们来往的次数是不多，但我们已经是朋友。龙婷上幼儿园了吧？也上了，调皮得很。提及养子，穆晴话题也多啊，也能看出来他是真的是养子如亲生的，并没有因为他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女就忽略养子。程医生什么时候出院啊？海童关心地问了句。我想等会儿去医院看看他和宝宝，可以吗？穆晴笑道，自然可以，等会儿我陪你过去。玲玲是顺产的，很快就可以出院，是老四要她多住几天院的。老四听说有些人产后几天都还会大出血，他担心，坚持要玲玲在医院多住几天。海童也笑，君家的男人也是出了名的宠妻啊，都说 A 市的女孩子总想着嫁入君家，管城的女人则是挤破脑袋也想挤入战家当少奶奶，不仅是冲着战家的财富地位，也是冲着这战家的男人专情。在风尘山庄逛了半圈后，两位大少奶奶都觉得累了，很有默契的往回走，不再逛下去。洋洋还是个小屁孩，走不了那么长的路，回城的路上要他小姨背着他走。背着小家伙的海童对穆晴说道，这个时候我格外的想我家战印，他要是在的话就不用我背洋洋了。
穆晴哈哈大笑。战少听到了该伤心了，铁定会说你是因为别人家的男人才会想起他。海童脸微红，反问着穆晴，你也经常被大少爷抱怨吧？你说出别人家的男人，这句话的口吻像极了我家那位，可不是，我家君伯就是经常抱怨，吃醋，觉得我对儿子太好，说什么儿子以后是别人家的男人，他才是我的男人，要我时刻把他放在第一位。海童，他们俩能成为朋友也是有原因的，一样的人，要不要我帮你背一段路？穆晴做事要把洋洋从海童的后背抱过来，海童连忙阻止他，说道，你才生完孩子不久，不能累着，我背着就行，洋洋也没有多重，就是洋洋睡着了，他担心小家伙会摔下来，身子要往前弯一弯，防着小家伙掉下来，这走路就有点辛苦啊。那他不让穆晴呢，便没有勉强。不过他打了一通内线电话，让管家安排人骑辆电动车过来。很快便有佣人骑着一辆电动车过来。大少奶奶啊！这佣人呢，停好了车，恭敬地叫了穆晴一声：“电动车钥匙给我吧。”佣人把车钥匙递给了穆晴。穆晴骑着电动车载着海童，让海童抱着睡着的洋洋往主屋而回。山庄太大，下次吧，咱们就骑辆自行车，能一次性逛完整个山庄。海童说道：“我回悠悠山庄的时候，就是和战印一起骑自行车逛山庄，就能欣赏着美景，也能锻炼身体。不过他骑自行车的技术有点差，我坐在他自行车尾后面，总是担心会翻车。每当他的车头摇摇晃晃的，我就赶紧跳车了。”穆晴能想象得到那样的画面。战大少爷或许在儿时骑过自行车，后面都是豪车代步，若不是娶了个接地气的老婆，估计他不会再接触自行车的，车技不行也很正常。回到中心主屋，睡着的洋洋便留在屋里继续梦周公。穆晴则带着海童去医院探视程玲玲。海童不是第一次见程医生，但他对程医生总是带着畏惧，不敢过于亲近，也觉得程医生有点严肃。战印说程医生是神医唯一的高徒，是被神医收养当成女儿养大的，不仅医术高超，也是个使毒高手，医毒双绝。比起神医老先生，那大家更不敢得罪程医生。万一被他下了毒，他是能帮你解毒啊，但被毒性折磨时的痛苦，也足够让人头皮发麻，留下终身的阴影。程玲玲生完孩子后，本来很快就可以出院的，不过她家男人温声细语的，哄着她在医院多住2天。她受不了美男子的哄，头脑一热就答应了。